成，你当真要离开这个家，去攀将军府的高枝吗？将军府的小姐貌美如花，又有权有势，我为什么不能入赘过去？哼，秦锦心，我劝你老老实实的待在这穷沟沟里，别想着来攀附我。爹！小小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刚出生几个月就再也没有和父亲见过一面了。那几年大旱，家里没了收成，哥哥和我先后生了大病，娘卖了家中的田地，又借了印子钱，才把我们治好。少废话，10两银子利滚利，1年时间成了100两。今天要是还不起，你们娘3个就全跟老子去卖身抵债。100两，我们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这利息分明是要逼死我们！不许碰我娘和妹妹！娘，小夏，快跑！还敢打我？今天老子就废了你这只手！住手！闹什么呢？这是！哼，陆燕果然不是个东西。陆燕死了吗？死了。死得好。是啊，死得好。10两银子，1年时间还100两。京城收印子钱的都没你们这么嚣张。20两，就这些，要么拿着银子滚，要么本小姐就送你们到大西北挖矿去。那这就走，这就走。陆燕的骨灰。沈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东西没那个福分老死，他流连烟花之地，马上封死了。你还真打算把他给好好安葬了，再让你的孩子们每年按时祭拜？放在他爹娘坟头旁边，全了那点血脉名声就好。至于祭拜，就免了吧，他不配。要不是老娘当年没日没夜的做工，把你爹养得人模狗样的，他能入得了京城千金小姐的眼？人们都说他写的一手好字，做的一手好画，更是有一双能说会道的巧嘴。他就是用这副好皮囊和那张嘴，连将军府的小姐都被他骗得什么都不图，就让他入赘。看来爹那张嘴是真厉害。厉害有什么用？他这富贵日子享受了没几年，这不就死了？死得真快。我把你们爹这么随便埋了，连个碑都没有，你们怨我吗？难过吗？你这丫头摇头又点头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话就说。娘，其实我对爹没什么印象，他走的时候我才几个月，我不知道这样随便埋了他好不好，也说不上难过不难过。对我来说，爹还不如村头的大丫熟悉呢。要是大丫出了事，我指不定还会大哭一场，多难过几天。小夏，我听说那些收债的差点把你们都给卖了，你没事吧？我娘就给我2块，我偷偷留了1块给你，你快吃，赶紧吃了，别被村里那些坏小子给抢了去。娘，你说要是爹手里有2块甜糕，他会舍得给我留1块吗？我们娘3个当年快要饿死病死的时候，爹在京城吃香的喝辣的，他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了，他会在乎吗？他当然不会。他走的时候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银钱，还偷偷把咱家1半的地给卖了，骗娘说是去赶考。我们天天巴望着他中举，巴望着他接我们去过好日子。结果呢，我们没等来喜讯，没等来他这个人，只等来了一封轻飘飘的和离书。那个沈小姐说，她这些年在京城手里宽裕的很，还能去逛什么什么楼的。她那么有钱，可这10年来1文钱都没给过我们。为了赚1文钱补贴家用，我上山捡柴火，还差点被藏在柴堆里的毒蛇咬死。不懂就不懂吧，反正人现在都死透了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了。他死的倒是痛快。大哥跟爹相处的时间长，记得爹的样子。他叫陆轩，我叫陆夏，夏天生的，一听就知道我的名字比大哥敷衍多了。大郎，有了爱和期盼，才会有恨。你爹死都死了，死人可不会心疼我们，我们还是要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往前看。沉湎在过去里，受伤的只会是我们自己。娘，家里地没了，也没了进项，我想去县里给人做学徒，等我赚了钱，一定能养活你和妹妹。不用，给人做工能赚几个钱？娘手里还有点本钱，够带你们翻身的。娘，咱们家连债都没还清，你哪来的本钱？这你们就别管了，娘自有法子。走，收拾收拾，跟娘进城。娘，你竟然还有这手艺？对啊，娘，以前怎么从来没见你做过？咱们以前天天吃粗粮窝头，我都不知道咱家还有这种好吃的。臭小子，以前哪有时间折腾这些？以前你爹要维持他那才子的体面，娘得种地得绣花，恨不得一个人掰成2瓣花，哪有闲钱买白面做这个？大郎，你以后就跟着娘学这个，去城里摆摊儿，
娘眼睛虽然不太好使了，但在家做点简单的刺绣还是能赚几个钱的。咱们得攒钱，争取早点把那些地都买回来。手腕要活，力道要沉，削出来的面得像柳叶，中间厚两边薄，下锅才不糟。娘，我是不是太笨了？笨什么？以前哪有时间教你这些？现在你大了，就得有个独当一面的活计。好歹你读过几年书，认得字，以后出去摆摊看账，总不至于被人3两句话就给骗了。哥，以前爹总夸你聪明，非要让你读那个圣贤书。爹那是想让我跟他一样，撑起个读书人的门面。可我这脑子，看着那些书就疼。看来你是真随了你外祖。你外祖以前就是个厨子，在县里开过小饭馆。娘，你以前怎么从不提外公家的事？提什么？当年我执意要嫁到陆家，没能好好孝敬他们，直到你外公外婆走的时候，我也没能多回几次门。说到底都是陆燕造的孽。他那时候装的清高，哄得我整天在这家里忙里忙外，连自个儿亲爹娘都顾不上。大郎，好好练，这手艺是自己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咱们不当虚晃子的才子，咱们当能填饱肚子的活命人。面来喽，3位慢用。陆小哥这手艺真是绝了，这面劲道，汤底也鲜。承蒙您关照。起针要稳，收针要匀。小夏，这针下重了。知道了，娘。行了，今儿就绣到这儿，别为了这几文钱把眼睛看坏了。大哥熟悉后，娘就不怎么去摊位了。他在家教我绣花，叮嘱我不能绣多。娘，攒了快1年，有快20两了。20两，辛苦1年也才够买2亩地。娘，只要咱们好好干，地总会一亩一亩买回来的。别着急，总会好起来的。闪开！都闪开！朝廷告示！哎呀，这将军府竟然被抄家了，说是犯了大罪，全家都要发卖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走，去找你哥，快！娘，这生意还没做完，别摆了，赶紧回家套车。陆大嫂，这是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大嫂，小夏托你照顾几天，我要出趟远门。娘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要去哪儿？去京城。小夏，你娘走得那么急，那县城告示上到底写了啥？我没看全，就认出几个字，好像说沈家将军府抄家。抄家？那不是要杀头的罪吗？我不知道娘为什么要带大哥去京城，我只知道那是抄家的大罪。万一他们也回不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娘，大哥，快回去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沈姨，秦锦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还有孩子，为了我们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少废话，有力气说话，不如省着点活命。我还债呢，你当初给我的那点钱，我现在连本带利还给你。以后你们在这儿的吃穿用户，全都在我那张欠账里扣。放心，我收费可高得很，拉你们这一趟算下来，我可还赚了呢。是啊，你还赚了呢，你可真会做买卖。那是，你以后住在我家，就能知道我有多精明了。哥，将军府到底出啥事了？娘怎么把人都拉回来了？将军府犯了天大的事，被朝廷抄了家，整个府里的人都要被发卖。娘在京城求了好多人，磨破了嘴皮子，把咱们家辛辛苦苦攒的20两银子全用上了，这才把他们3个给弄回来。沈姨，吃点粥吧，不言不语，你们也吃。往后就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沈姨，我娘说了，对外就说你们是她的亲戚，以后他们就是我的弟弟妹妹。娘，沈姨这伤养了这么久还是不见好，那郎中说还有内伤，
那些狗官就没打算给他们留活路，是照着死里打的。娘，这是屏风，你不是说眼睛不好，再也不绣了吗？不绣，这一家子吃什么？沈怀玉母子几个的命还得靠药吊着呢。猫娘，你看背面有只猫，这两面竟然不一样。双面绣这种功夫，即便在京城也不多见。秦锦心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。要不是有这手艺，那姓陆的能看上我？秦锦心，你何必呢？我那时候在院子里救你，也只是给了你20两银子而已。那点钱对我当年的身份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我随手一个簪子都要几10两。咱们虽然都先后跟了陆燕那个混蛋，可说到底也没什么交情。真要算起来，更像是我抢了你的人，你应该恨我才对。你少给我废话！我救你们母子几个，可不是为了陆燕那个死在女人肚皮上的东西。我是看在你当初在大旱年里雪中送炭，救了我一双儿女的份上。要不是你当时给的那20两银子，我们娘儿3个就算没被债主卖掉，现在也早饿死在荒年里了，哪还能有本钱摆摊赚现在的银子？那点钱算什么还债？我说还就是还，老天爷睁眼，虽然好人不一定有好报，但这回好报倒是让你撞上了。娘，这钱也太不经花了，这买的都是上好的药，尤其是那人参，1两就要不少银钱。沈姨他们3个受的是内伤，非得有年份的人参补着才行。娘，那山头，买是买不起的，可看这2个孩子，那山倒是不错，有山有水。你们这儿的风水倒是个好的，风水好能出陆燕那样的人渣。也是，好人里筛一筛，可不就剩下渣了吗？不就是人参吗？本小姐当年连军营都去的，今儿上山挖几颗给你们瞧瞧。小夏，在家里看好这2个小家伙，别让他们乱跑。知道了，娘。你这金尊玉贵的大小姐，逞什么能？要是没有我跟着，你上了山，怕是连下来的路都找不着。你可真是瞧不上人。我也是研究过舆图，跟着家里父兄学过兵法地形的，找路这点小事儿，对我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哼，你说是就是吧。哎，你那是什么动静？秦锦心，你给我站住！不言，这是我爹以前用的书，你拿着看解闷儿。不语，咱们来翻花绳玩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而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不言，你以前读过这本书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看。看来我爹读书的那个好脑子，全都遗传给这小子了。不语，你这是学你娘呢？我以后要像我大舅一样当大将军。不语，你这天天跟树枝过不去，以后真想当女将军啊？那当然，我娘说了，沈家的女儿没有软骨头，等我长大了，要骑大马打坏人。娘，沈姨，你们在上面吗？娘，你们可急死我了！天这么黑，怎么才回来？快，小夏，把家里的婆婆都拿出来，快点儿！我的天爷啊，你们这山简直就是个聚宝盆，到处都是上好的药材。你们这村里人天天在山脚下晃悠，竟然都没人认得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我们大字儿都不识几个的庄稼人，哪认得什么药材？平日里上山也就认得那几种能果腹的野草罢了。要不是我死活拉着，这沈大小姐还要往那深山老林里钻呢。那里面可有狼有熊瞎子，真不要命了。瞧见这个没？这可是何首乌，看这品相，少说也得长了10来年了。瞧瞧，像不像个泥娃娃人儿？还有这个，这叫黄精。没想到你们这儿连天麻都有，真是奇了。再瞧这个，这是牛底，这可全都是正儿八经的药材，拿到县城药铺去，都是能换真金白银的。瞧见这个没？这可是何首乌，看这品相，少说也得长了10来年了。瞧瞧，像不像个泥娃娃人儿？还有这个，这叫黄精。没想到你们这儿连天麻都有，真是奇了。再瞧这个，这是牛底，这可全都是正儿八经的药材，拿到县城药铺去，都是能换真金白银的。沈姨，您说别的能卖钱也就算了，这玩意儿不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山药吗？这也能卖钱？
以前娘常在灶房给我们做糖腿山药和拔丝山药，可好吃了。我家后院现在还种着呢，山药豆和山药根都能吃。那可不一样，你们后院种的那是菜山药，我手里这根是正宗的淮山药，那是能入药治病的，跟你们吃的那种可不是一回事儿。秦锦心，咱们往后每天上山采药，赚绝对比你绣花多。听我的，往后你别再碰那些针线了，瞧你那双眼，都快糊得看不清道了。别看了，打那深山主意的，10个进去9个回不来。锦心，咱们现在采的这些都是外围的散碎货，若能往里再走3里，那山上的东西都是有数的，那是拿命填的地方，我们绝不能往深山去，山里有老虎，是会吃人的。你忘了自己还有2个孩子要养了？行了，别送了，好好守着家，等我们回来给你们买好吃的。大哥，娘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县城路远，卖药材还得跑好几家铺子比价，耽搁了也正常。回来了，先吃饭吧，饭一直在锅里温着。娘，吃饭。逗你们呢。看，有2两银子呢，一次就赚这么多。这一趟抵得上我在县城苦干2个月。不言和不语倒是没什么感觉，大概是以前在将军府见过的钱太多了。这点算什么？明儿我们继续上山挖药，只要锄头挥得勤，总有一天我能从那土里刨出人参来。行，明天我跟你一块早点去。小夏，明天你在家里看好弟弟妹妹，灶上的活你也盯着点。还在想那个姑娘？我原本以为，哪怕被发卖，顶多也就是在哪个府邸做个粗使丫鬟。可今日在县城街角，我瞧见她了，那是郑国将军家的千金，以前最是娇俏的一个人，现在竟被卖到了那种烟花之地，我却只能背着一筐草药躲在人群后，看都不敢多看一眼。这世道，活下来就不容易了。你救不了她，不是你无能，是咱们还没那本钱。我就眼睁睁看着，所以才要多挖药材。等钱攒够了，腰杆子硬了，说不定哪天就能把人赎回来。别想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还得起个大早去深山里抠石。秦锦心，谢谢。今天这2两银子只是个开始，这些银子我会还的。我沈怀玉发誓，不仅要还你，我还会让你发财发大财。你可别胡说了，赶紧闭眼，梦里什么都有。切，你就是不信我。秦锦心，我肯定能让你发财，到时候让你这绣花针只绣金线，让你这破院子铺满青砖。从那天起，我娘跟沈姨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操劳，每天天不亮就上山，不到断黑绝不回屋。山上的好药材越来越少，他们得翻过2座山头，走很远的路才能带回满筐的收获。哟，这不是陆家的吗？你妈和你家那个远亲天天往深山里钻，到底是挖金子还是见什么人呢？我听闻他们背回来的烂草根能卖大钱。小夏，你给婶子说说，那是啥金贵玩意儿？婶子，我也想知道呢。我娘只说山里有野果子，他们是去给弟弟妹妹寻果子果腹了，顺带捡些柴火。呸！捡柴火能捡到天黑？大概是山路难走，娘他们走得慢吧。30两，锦心，够了，攒够了。明天一早咱们就进城。沈家的儿女，生前没能站着，死后总得有个干净的地方躺着。磕头，记住了，这一拜是拜他最后一点骨气。娘，沈姨带回来的那位姑姑真的是……那姑娘终是个烈性子，哪怕被卖进那种地方，死活也不肯接客。我和你沈姨在那里扒拉了半宿，才在那堆烂肉里把她给找回来。娘，要是那天沈姨没出现，咱们是不是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？如果我们没攒下那些银子，如果没人在意咱们，死在那儿也就是被野兽啃食干净，连块骨头渣都剩不下。
这坎儿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过去。秦锦仙，别叹气了，赶紧干活。你这就好了？死的人已经干净了，活的人还得往高处爬。咱们这点银子救不了一世的人，得赚更多，赚到谁也不敢把咱们扔进乱葬场。但是过了3天，他就又活蹦乱跳起来。不，我们种药材，我观察过了，山上的地处置极好，既然野生的能长，咱们圈起来种，规模上去了，银子不就滚滚而来了？沈大编辑，你梦还没醒呢，那是村里的地，不是咱家后院，你知不知道买地要多少钱？买了地，你还有钱买药种，还有犁地、挑粪、灌溉，哪样不要钱，哪样不要命？咱们兜里那点救命钱，撒在山上连个响都听不见。先走一步看一步，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买地，沈家妹子，你这胃口不小啊！村长，我瞧着后山那几块坡地荒着也是荒着，就想问问怎么个卖法。哼，山上的地那都是祖宗留给村里的。那义卖就是整片坡头，几十亩地起跳，少了村里可不费那个劲儿去分化。再者说了，虽说是山地，但这种连成片的实地，价可不比平地便宜多少钱。你那怕是连个地角都抠不下来。我还以为沈姨被村长这一盆冷水泼下来，怎么也该心灰意冷了。没想到她依然高高兴兴背着筐子上山去。沈家妹子又去寻宝啦？这天天往山上钻，到底捡了多少金疙瘩呀？可千万别实话实说啊！哪有什么金疙瘩，就是些土里刨食的辛苦钱。不过这阵子运气还行，送去城里回春堂，这一筐竟也换了3两银子。3两？那一亩地1年的收成也就这点数，你这几筐烂草根……婶子，这可不是烂草根，这是药。识货的它是宝，不识货的它就是草。沈家妹子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你看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，能不能带带咱们？是啊，那山上到处都是草，教教咱们辨认，咱们也跟着赚个辛苦钱。沈姨，这可是咱们家发财的法子，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呀！行啊，大家既然想学，明天一早想去的就在村口等着，咱们一块上山。大家看好了，这种叶尖带锯齿、根部发紫的是柴胡，春天采叶，秋天挖根，这时候采最是药效好的时候。还有这种，要是晒不干，容易发霉，得在通风处阴干。回春堂的掌柜喜欢整齐的，咱们修剪的时候动作得轻。秦妹子、沈妹子，卖了卖了！城里的掌柜真的给现钱。沈家妹子，多亏了你教的法子，以前咱们在金山山上要饭，现在可算开眼了。以后有啥力气活，尽管招呼咱们。大家都高兴得很，有空就上山，对着我娘和沈姨也更热心。夏儿，你看，这是我娘昨天进城给我买的新衣裳。哇，大丫，你家真的发财了！多亏了沈姨，我爹昨天跟着去城里卖药材，足足得了这个数。沈姨教的那些辨认法子真神，连药铺掌柜都夸咱们采的地道。沈姨可真厉害，简直是咱们村的财神爷。沈姨，我觉得您这阵子做得太过了。哟，咱们陆大公子有何高见？这耕种的营生本是咱们家的独门活计，您倒好，竹筒倒豆子全交给了旁人，现在满大街都是，数量一多，城里的价格已经开始往下落了。长此以往，咱们怎么办啊？这才多少药材，你就开始心疼了？那山上的药材本来就是天生地长的，咱们几个人就算没日没夜的采，又能采多少？与其让他们烂在泥里，不如让乡亲们都赚点脚骨呀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要记住，这山头是全村人的，要是全村都穷得揭不开锅，只有咱们俩人顿顿吃肉，你以为日子能过得安生？人心是经不起试探的，咱们要是吃独食，迟早有人会眼红，到时候指不定在背后出什么幺蛾子，甚至把咱们赶出村子。之前不交，是因为咱们急需救命钱，不得不争。沈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咱们的 B 计划。夏儿，带着村民采药只是第一步。第一步？那第2步呢？山上的野生药材终究有限，这么多人去挖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掏空。咱们不能光指望天生地养，那是不稳当的。我们要变废为宝，把那片山头彻底变成咱们的聚宝盆。邪了门了！前几天还到处都是，怎么今天找了大半个山头都没了？沈姨说的一点没错，很快山上就很难挖到药材了。这近处的药材早被掏空了，不往深山老林里钻，哪儿还有银子赚？算了，这钱我是不敢挣了，还是回来刨那几亩红薯地稳当。靠天吃饭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沈家妹子，你说这山上挖不到药了，那是天意，你这又要折腾啥？村长，与其让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深山里抢那点药，不如咱们把后山那片地利用起来，全村一起种。种？那可是山地，出了名的贫瘠。这山地虽不长庄稼，却是许多名贵药材最喜欢的地界。反正山头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按照人头分给村民，
每人一块地，我来出技术，教大家怎么种，怎么养，咱们带着全村一起发财。您看，这是黄精，这是地黄，现在的市价，1斤干货就能换50文。1亩山地要是伺候好了，1年产出的银钱顶得上您10亩水田的产值。1亩顶10亩。村里人以前只知道捡柴火、挖野菜，那是守着金山讨饭吃。要是这药材种成了，咱们村就是方圆100里头一个药材基地。到时候您就是带领大家奔好日子的头功之臣。沈家妹子，你实话跟我说，这事儿真能赚钱吗？绝对能赚钱。这大饼画的我自己都快信了。其实我也没底，只是打算先把村长忽悠了。那什么，我今天跟村长交了个底，但我得跟你们说实话，其实这种药材的事儿，我心里也就50%把握。5成？沈怀玉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那是全村的生计。万一这药材种不出来或者卖不掉，全村人都得恨死我们，到时候这村子哪还有咱们容身之地？哎呦，秦姐姐轻点儿，我这不也是为了大家好吗？怕什么？富贵险中求嘛。这世上哪有稳赚不赔的买卖？想赚钱就肯定得付出点什么嘛。咱们现在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，可也就是刚填饱肚子，想翻身不豁出去试一把怎么行？牛都吹出去了，骑虎难下，也只能继续忽悠了。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吧。乡亲们，静一静，今天叫大家来，这山上的药材挖的差不多了，大家都知道。沈家妹子的意思，与其让大家去深山里拼命，不如咱们把山地分了，全村一起种药材。村长，这地里长庄稼是天经地义，这种药它能成吗？就是啊，万一白忙活1年，咱们吃。大家伙儿听我说，我有法子教大家避开虫害，成了，咱们村以后就是药王村；不成，顶多也就是费点力气。那山头空着，不也是荒着吗？行了，多说无益，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大家举手，看看愿不愿意分了山地去种？愿意的举个手。反正那山头空着也是空着，庄稼咱们折腾着种点什么，还有希望，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。乡亲们，这地里的门道多着呢。之前我带大家采的那些黄金，为什么有的值钱，有的不值钱？那是因为火候不对。你瞧沈家妹子劲儿，懂得真多。这段时间跟着她采药，哪次没赚着？她既然说能种，那铁定能赚钱，咱听她的没错。娘，大哥，我总算看明白了。看明白什么了？沈姨这段时间对村民们那么热情，又是教食药，又是带路赚钱，格情她是在采名望呢。她这是要把全村的人都拉下水，跟着她一起种药材啊！看出来啦，这叫上兵伐谋。早跟你们说过，我可是熟读兵法的。沈姨，兵法里那些打打杀杀的招式，还能用在平时过日子上？当然，陆轩，你记住了，行军打仗跟做人做事是一样的，都有根和学问，都是活的，学会了，在各种事情上都能用得到。你要是能把书里的东西揉进地里，揉进买卖里，那才叫本事。都麻溜点儿，按寨灸的顺序来。大家伙看这块地，虽然啥石多，但透气好，最适合种白锄。听我的，咱们先种一些1年生的。沈家妹子，1年生的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第1年先赚了钱，大家手里有了活钱，咱们再想办法种多年生的。多年生更值钱，那是留着给孩子娶媳妇的养老钱。成，听沈家妹子的，这地咱们现在就整。按照老规矩，各家报上家里的男丁数，再按男丁分地。村长，这规矩得改改。这药材是精细活，妇女孩子照样能下地采草捉虫。我提议，这地得按照人头分，男人女人都能分，不能只按照男丁分给男人。凭啥给娘们分地？凭啥？就凭你们家人口多。如果不按人头分，你们家那几个婆娘闺女不仅没地，还得白干活。各位乡亲，你们算算账，要是按全家人头分，你们家分到的地是不是多了一大截？怀玉说的有理，多劳多得。行，按人头分。怀玉，真有你的，不言不语落户在咱们家，加上咱们这几个女人，这山地分的比村头王大家还多。娘，你瞧，隔壁家的招娣今天居然没挨骂，他爸还给他盛了一大碗稠的。因为这儿女娃子在家里的待遇也好多了，毕竟这也是个人头，能分到地的。我们家也是女人多，要是不分给女人，能分到的就太少了。秦姐姐，快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看见没？我就说这山上肯定有宝贝，让我逮着了吧？沈怀玉，你有完没完？天天不干正事儿，去深山里钻，一边去，别在这裹乱。这么大的品相，拿到镇上药铺，怎么也得换不少银子。秦姐姐一直念叨着想买那块肥沃的生地，有了这钱，姐姐，我那人参……别惦记了，当晚就被我切成片，炖在鸡里了。
我的银子，我的实地，真香！不言不语，快吃，别愣着，多吃肉。站住！瞧瞧你们两个，是去掏土龙洞了，还是去泥塘里滚了？脱了，赶紧把衣服脱了扔盆里。还有，脱完去那边墙根下站着，晚饭前不准动弹。姐姐，我们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姐姐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就是玩过头了。姐姐，你还真别说，他俩长得好看，叫起姐姐来也好听得很。从今天起，每天早晚都要跟我习武，习武可以强身健体，保护自身和家人。你们几个都不能懈怠。阿轩，你年龄大了，开始的太晚，但更要努力才是。沈姨，我明白，我一定加倍练。这个字念理，人无礼而不立。沈姨，咱以后又不考状元，读这些费劲的玩意儿干啥？不考功名也要多读书，多明白些道理，总是好的。书里不仅有黄金屋，还有这世间的规矩。这字拆开我都认识，合在一起怎么就跟天书似的？这篇劝学我已经背下了。这才多会儿功夫，你这就背下了？陆轩，怀玉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。姐姐，你说。我想送不言去镇上的学堂，这孩子是个读书的料，就算不能考功名，也不能耽误了他。万一以后平反了呢？可我不敢想那一天，我沈家100多口人几乎都没了。我沈氏一门忠义，却被人指着鼻子骂，被堵在街上骂。我们真的还有平反那一天吗？怀玉，就算平反了，我爹娘、我大哥、二哥他们都看不到了，他们死的时候都闭不上眼，他们冤啊！我沈氏一门都冤啊！朝堂权力更迭，我们已经尽量避开，从不去参与那些争斗。为了避嫌，不成了攀附皇权的工具，爹娘还把我留在家里遭罪。谁知道，还是没躲过去。会有的，怀玉，说不定哪天真相就大白了。人总要向前看啊，不能总守着那堆碎了的东西活。姐姐，我想好了，哪怕砸锅卖铁，也得送不言去县城的学堂。我也有此意，不言这孩子不能被咱这山旮旯给埋没了。娘，沈姨，我已经把摆摊的地方挪到学堂附近了，往后我每天摆摊，顺道送不言，晚上再接他，误不了事儿。去吧，咱们家不言以后是要当大状元的。谢谢大娘，谢谢姐姐，不言会努力的，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。这孩子第一次听你这么大声说话，嗓门见长啊！沈娘子，这批货品像是真不错。原本我们要从外地进药材，那一路上山高旅远的，运费都能抵上半箱药钱，真是麻烦。所以我说，与其去外面求，不如就在咱们家门口收，距离近，东西还是打着滚长出来的新鲜货。是这个理，来呀，过秤，现场给乡亲们结清现钱。明年我打算把那几块背阴的山地也用上，重点喜阴的党参，再把黄芪的规模扩一扩。沈娘子真是好谋划，那我们2、3年后就等着你们的好药材了。老板，光有口头承诺可不够，这契书上写的明白，我们村往后的药材只供给你一家，但相对的，不管行情如何，药铺得保证全数收购，且得先给定金。这还没见到明年的苗，就先给钱？老板是聪明人，这方圆百里能种出这种品相且成规模的村子，找不出第二个。您给了定金，这独一无二的货源就死死攥在您手里了。若是犹豫，等别家的掌柜闻着追过来。好，沈娘子爽快，我也不能寒碜了，钱。这也行，货还没给，钱就先拿到手了。那药铺老板肯给银钱，也是希望独占我们村里的药材而已，这就叫待价而高。沈娘子，你是真有大本事的人。村长，这笔钱我有用途，这些银钱正好拿去买种子，大家拿了多少种子，会合不算出价格，在卖的药材钱里扣除，有奖有罚，有本有利，这买卖才能做得长久。沈娘子说怎么办，我们就怎么办。村长，药材生意大了，光靠我一个人盯着，难免有疏漏。我想请您在村里选出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来，一块管理药材种植和出卖的事儿，这样也更好管理村民。不仅是防偷防盗，更要防着有人以次充好，坏了咱们村的名声。沈娘子考虑的周全，这事儿交给我。陆嫂子，忙着呢。锦溪呢？我家那块地明年的苗，你可得帮着在沈娘子面前说句好话。谁能想到，
几年前，这扇门前还是另一片光景。守着空房子干啥？男人都入赘到京城享福去了，你还装什么贞洁烈女？就是，河里的女人哪个好意思留在村里？不如跟哥几个乐呵乐呵。再往前一步，老娘让你们下半辈子都躺着过。滚！以后见一次打一次。锦心，我想起个事儿，当年陆燕进京，你怎么没打到京里去？当初我要是知道他有个发妻，便是死也不会进那火坑。锦心，你就真能忍下这口气，就吃了这个哑巴亏？你若是当时打到京城去，当众撕烂他的虚伪面孔，我便不会被他那些假身份骗了去，你也不会在村里吃这么多年的苦。原来沈姐姐当年也是被他瞒在鼓里，她借了别人的身份，把京城营造成一个只有富贵的温柔乡，骗了你，也算准了我。她了解我，她送回来的是和离书，若是敢送休书，那我便拼了这条命也要去京城找他讨个公道。我可以和离，不要这男人，绝不会平白无故的休妻，泼一身脏水。他那是怕你闹到京城，坏了他的青云路。唉，他真是死得好，死得是啊，他运气一向好，在沈家败落之前，他把能享的荣华富贵都享尽了，死的时候也没赶上沈家落难砍头。若是他晚死些日子，在那断头台上，我也得啐他一脸唾沫。运气好，死都死得巧。日子一年一年的过，村里的药材长得好，村民们的钱赚得越来越多。不语，歇会儿吧，看你这一身泥，哪还有半点刚来时的样子？姐姐，看着苗长得多壮，我就喜欢守着它们，心里踏实。连不语都找到了主心骨，我也该做点什么才好。陆夏，走啊，去街上逛逛，听说集上来了新花样子。哎，来啦！夫子说你的文章做得极好，若是去考，定能榜上有名。娘，沈家满门获罪，我虽然在那时还小，可这罪名在身，终究是没资格踏入考场的。不言，你跟娘说实话，你后悔跟着我姓吗？娘，我是沈家人，既然我成了沈家100年的荣耀，那这份身份带来的难处和坎坷，我自然也要一并承担。好，不愧是我沈家儿郎，你记住了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你骨子里流着的就是我沈家的血，这身傲骨谁也折不断。可惜可惜呀，如此精彩巨艳之笔，竟因门第之累。不言，你虽不能考取功名，但这满腹才华不可荒废。待你再长几岁，便留在学堂里接替老夫，做个教书先生吧。虽无大富大贵，先生厚爱学生铭记于心，但学生志不在3尺讲台，这教书先生，学生不能应。边关再起战事，朝廷在征兵，这一次没了沈家，少了许多沈家培育出来的良将，边关战事打得很不乐观。好日子没过几年，要用人了，才发现手上可用的人甚少。这就是朕重用的人，一上战场就退兵几10里，差点连城池都拱手让人。朕是给了他官爵，还是给了他兵权？他竟给朕丢这样的脸！皇上息怒，边关急报说那蛮子来势汹汹。息怒！满朝文武现在都在等着看朕的笑话，他们心里肯定在翻旧账，觉得朕当年杀了那些老将是遭了报应。传令下去，新人顶不上就给朕全国征兵，凡是到了年纪的全都给朕拉到前线去。成儿，你看这个勤快踏实，还有镇上王家的姑娘，读过书，斯文的很。你都这么大了，得赶紧定下来。娘，您看着办就行，我都听您的。秦氏，陆成可在？朝廷征兵，每户丁男年满16者即可启程。这位大人，我们愿意交钱，多少银子都行，能不能免了这名额？钱要交，人也要。现在是国难当头，谁也躲不掉。我去。你才多大，还没那枪杆子高呢，一边玩去！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别跟着裹乱。锦姨，我姓沈，沈家的男人只有死在战场上的，没有躲在女人背后的。不言，你别胡闹。姓名、年岁。秦不言，年16。姓秦，行，拿了号牌，跟着马车走，不准反悔。这孩子，他怎么敢？他这是把成儿的名额抢了过去，连姓名都改了。这个熊孩子，真是打得少了，满脑子都是那老狮子荣耀。他才多大呀？姐姐，你先冷静点，不言这孩子打小就有主意。快点，小病猫，看什么看？这种半大的孩子也往军营里塞，上不了战场，只能在后方打杂。秦不言，今晚碗都归你洗，洗不完不准吃饭。娘，
我不放心不言，那小子心思重。你又要去哪儿？这个家还不够乱吗？我追他去。娘，铺子您帮我先看好了，等我把那小子拎回来。说这些混账话干嘛？他有那个心，就算没有武艺，拿根烧火棍也会跑。说你干嘛？我还要谢你教了他许多，这一去山高水远的，想来自保应该不成问题。信女沈氏，不求儿郎封侯拜相，只求佛祖垂怜，保佑他们全副手脚的回来。夏姐姐，你说这有用吗？他们以前可是连路边的土地庙都不正眼瞧的。这大概就是临时抱佛脚吧，心里没了数，总得找个寄托。娘，我想去镇上学炮制药材，咱们辛辛苦苦种的药材，直接卖给药铺，价格贱得很。可药铺炮制之后，价格要贵上几倍甚至几十倍。若是我也会了到这炮制的手艺，这钱便能咱们自己赚了。这世道，会点手艺才饿不死人。吴宇，夏儿要去学炮制，你想不想一块去学？我也去学。锦衣，我这些年总琢磨，只有学了炮制，才知道药材到底要怎么种，才能种出最好的药效，还有最好的产量。齐老先生，今年未见，别来无恙。沈大小姐，沈大小姐，折煞老夫了！您怎么会亲自到老夫这简陋之地？您有什么需要老夫去做，尽管派人传个信，老夫便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定要办到的。齐先生，快请起。沈大小姐已是过去，现在我只是沈怀玉。今日求上门是为了这两个孩子，我这两个孩子往后就交给您了。沈妹子，你可看清楚了，他们俩这般娇嫩，你真要让他们学这手艺？是要学，不仅要学，还要学精。小姑娘，老夫要把丑话说在前面，炮制药材是个苦差事，火里来水里去，被滚开的醋汤按伤，被铁锅烧伤，或是被毒性药材腐蚀皮肤，那都是常事儿。进了这道门，就没有娇滴滴的大小姐，只有学徒。你们得有个心理准备。先生放心，我等既然求学，便不怕苦，不怕疼。我也要。夏姐姐，这药材切得薄如蝉翼，齐爷爷刚才悄悄点头了呢。我们境遇不同，但都吃过苦，也是做好心理准备来的。你不喊累，我这当姐姐的手里的铡刀就更不能停。秦大娘，又是那道拿手的红烧肉吗？我在巷口就闻到勾魂的香味了。也没短了你的吃喝，你秦大娘家的饭菜就这么好吃？师傅，我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但这饭菜里有股子热乎劲儿，吃了心里舒坦。我看你这小子就是肚子里有馋虫。夏姐，你下次什么时候再去铺子？能不能再带我去？有信，陆家的，还有沈家的。是边关的消息。娘，哥哥和不言写了信回来了。谢天谢地，谢菩萨保佑，阿弥陀佛！只要他们两个孩子平安，我这颗心总算是能放下了。信上说他们两人在一起，已经去参军，一切都好，让我们不要挂念。可那是玩命的地方啊，刀剑无眼，这仗要打到什么时候？以后若是上了战场，生死难料。夏儿，你说你哥他们受得住吗？不对劲，这信里透着古怪。沈爷，您发现什么了？不言这孩子从小跟着我，对军中建制再熟悉不过。若是寻常参军，信中理应交代他们在谁麾下，做了什么兵种，是辎重营还是前锋营。可这信上竟然只字未提，信里只说平安，却没给半点具体的地址。他越是想让咱们放心，就说明隐瞒的事情越大。我敢断定，一定是隐瞒了什么危险的事儿，或者他们去的地方根本不能说。这没地址，咱们想回封信问问都没处寄。这一等就是好几年。夏姐姐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们一个字也没寄回来。梁王威武，几位将军真是大齐的脊梁骨啊！可不是嘛，这仗打得痛快，3年，边关大军在梁王和几位将军的带领下打败了敌军，稳定了边关，还把敌军打退上千里，差点打到对方的大本营去。边关稳定，大获全胜，两国言和，很多当兵的便都能回来。村子里好些个去当兵的也都回来了，有的人活着回来，有的人受了伤，有的人却只有一封信一笔抚恤金。家人看着这些，抱头痛哭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我们家什么都没等到。
大哥，求您再仔细想想，期间在北疆军营有没有见过一个叫陆轩的，还有个叫沈不言的？陆轩、沈不言，没听过。他们一起去的，说是个参了军，在那边立了功的。立功？立了功的那都是在梁王亲卫军里，或者是先锋营的。咱们这些活下来的，大都是后勤辎重的。你说的这2个人，查无此人啊。我们去了全村当兵的人家问过，他们都没见过沈不言和我大哥，又去镇上和县城打听，依然是说没见过。娘，沈姨，外面风大，进屋吧。哎呦，我的陆家大姑娘，你瞧瞧你，这放眼全镇，哪家姑娘这个年纪还没出阁啊？才17岁，急什么？我手里这户人家可是县城里殷实的药商，不嫌弃你年纪大。我说过了，不嫁。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你总不能守着个空坟头过一辈子吧？谁说那是空坟头？他们活着我就等，他们若不在了，我也没心思嫁。这些年很多年轻人外出打仗，没有合适的男人，女孩子的婚事很多都被耽搁了，也不多我这一个。这仗一打完，咱们村可热闹了。这都是本月第3份喜事了。可不是，当兵回来的带了赏银，谁家姑娘不盼着嫁过去过好日子？哎呦，小夏回来了，快别忙活那些苦药渣子了，大喜事儿！小夏，这次这位可是实打实的尖货，刚从战场上回来的，听说是立了功，手里攥着大把的赏银呢。人家家里说了，只要你肯点头，立马动工盖5间崭新的大瓦房做婚房，里面的家具全都要红木的。秦大嫂子，小夏过去就是好日子，你们可别再犹豫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儿了。他有5间瓦房，那是他的本事，但我陆夏没打算去住别人的房。夏儿，娘知道你心里记挂着你哥和不言，可这都3年了，那后生我也瞧了，是个踏实人，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哥哥和沈不言到现在都杳无音讯，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。如果我嫁出去了，沈姨和您年纪越来越大，家里再少一个人，这院子就真冷清了。你们3个人守着这空屋子，我怎么放心？娘，如果真要找，就招赘吧。招赘在这村子里可不容易，得受不少闲言碎语。可你这孩子打小就有主意，爸，随你吧。秦大嫂子，你糊涂啊！这肯入赘的男人，要么是家里穷的揭不开锅，要么是本身带着残疾或恶疾，能有什么好的？你让小夏这么水灵有手艺的大姑娘招赘，这不是存心把她往火坑里推，要把她这辈子给耽误了吗？我也心疼闺女，可我们家这情况，夏儿说了算，她说招赘，我们就招赘。爸，我也算看出来了，你们家是铁了心了。我只能说，尽量给寻摸个靠得住的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好后生可不干这个。既然是入赘，那以后你家的银钱是不是都归我管？滚！我虽入赘，但重活可不干，我身子弱。陆小夏，你这眼光比天都高，招赘本就难，你还这也不行那也不行。行了，这事儿先搁着吧，等我有空再说。听说了吗？梁王反了，能不反吗？梁王在边关刚立了大功，皇上就怕得要死。听说皇上故意让梁王去平什么西北之乱，背地里却勾结外敌，想把梁王死死围在那儿。里应外合，这招真够歹毒的，这是要把边关将士的命当草芥啊！梁王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他既然能在边关打退敌军，就不会死在阴谋里。这天是真的要变了。新皇登基，梁王已入主紫禁宫，改元开新。旧朝昏君已沦为阶下囚，天下大赦。赢了，他真的赢了。沈姨，你的手怎么这么抖？怀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大半夜的，外面还没消停。锦心，我等不了了，京城变了天，这路上一路乱兵，你一个女人怎么去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不言，为了沈家死掉的那几10口人，这债得去算清楚。不语，跪下，盯着我的眼睛看清楚。从今天起，秦锦心就是你娘，你只有这一个娘。往后要孝顺她，像对我一样敬重她，听清没有？不，娘，你要去哪儿我也去，我也是沈家人，沈家的人不怕死。你跟着去等死吗？你哥生死不知，沈家就剩你这点骨血了。若我回不来，你就把沈家忘了，从此这世上没有沈不语，只有秦不语，活下去，明白吗？夏儿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当兵的？那别慌，先往后退，找地方躲起来。妹妹，大哥，不言，轩儿，真的是你们回来了。
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乔乔，这俩孩子简直变了个人！你们穿着这身黑甲，真威风，就像沈姨讲的故事中的大将军。娘，我们回来迟了。娘，夏儿，我们回来了。娘，我们给沈家平反了。这一天，我们等了太久。你个没良心的，一走就是这么多年！平反了，真平反了！你这孩子想要吓死我啊！好了好了，别在这让全村人看了，有什么话回家说，快！大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几年你们音讯全无，怎么突然就成了大功臣回来的？其实从离开村子那天起，我就是奔着梁王去的。沈家蒙冤，只有握住兵权的人才能说得上话。梁王军功至伟，在军中威望极高，皇帝虽然忌惮他，但也不敢轻易动他。大哥，梁王现在的处境只有2条路，要么隐忍到死，要么造反。我们要想翻案，只能成为他最锋利的刀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跟着梁王的部队，大哥为了保护我，受了无数伤。不言这孩子命硬，也敢拼，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立功自然快。我知道这条路险，但我如果不往上爬，沈家的冤屈就永远埋在土里。我熟读沈家留下的兵法，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只有战功才是唯一的护身符。所以你们就一点点打到了梁王身边。他虽然年纪小，但是武艺高，而且熟读兵法，又在沈家耳濡目染，很快就立下战功。我们一起步步高升，到了梁王身边，打退了外敌，原以为能安稳，可功高盖主是古往今来的死结。我们亲眼看着皇帝对梁王的猜忌一日冲过一日，那是想要他的命。梁王没得选，我们也没得选，既然都要死，不如跟着梁王杀出一条活路。所以你们进了京城。进城的那天，梁王是当今圣上刚坐上那个位置，在他正发愁怎么处置旧皇安抚人心的时候，我跪在金銮面前，拿出了沈家当年的全部证据。臣沈不言不求封赏，只求圣上彻查沈家旧案，还我沈家满门清白。梁王谋反，这皇位来的不正，他正愁没个名头来洗掉身上的乱臣名称呢。你们送上去的这桩旧案，刚好能让他立一个拨乱反正、平反冤狱的贤君名声，对他来说可谓是正中下怀。对，不言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皇帝二话没说，立刻下令彻查。这一查，不仅咱们沈家平反了，还牵连出好多当年的冤假错案。现在的京城到处都在感念新皇恩德。娘，皇帝还想亲见您呢，他说要把当年的将军府查抄的财物都还回来，还有额外的重赏。你倒是说话呀！盼了这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达成所愿了，怎么还矫情起来了？京城如今局势不稳，各种势力都在观望，咱们在这儿一躲就是这么多年，如今这时候回去，无疑是冲到了风头浪尖上。这条路不容易啊！不容易就不回了？那沈不言在外面拼死拼活是为了什么？你不回去，谁去拿回你们沈家的荣耀？难道让那些害死沈家的人继续在京城享清福？夏姐姐、伯母，你们一定要来找我们。娘、妹妹，等我在京城安顿好了，立刻派人来接你们。瞧瞧，陆家的老大当大将军了，那沈家娘子竟然是京城的。陆宪他娘，这将军儿子和贵人邻居都走了，你们怎么没跟着回去？对啊，那沈不言现在出息了，你们也跟着回去。陆家这丫头想要个什么样的夫婿不行啊？莫不是那沈家娘子忘恩负义，把你们娘俩给忘了吧？要我说，人家现在是京城贵人，哪还得看得上咱们这庄户人家？救命恩人算什么？挡了人家的路照样白搭。听他们胡扯，那纯粹是耽误咱们正事。娘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夏儿，把店里的生意拢一拢，这2天咱们打算盘把这店盘出去。娘，您去歇着吧，这些活儿我来就行。不服老不行啊，拉扯你们兄妹落下的病根，身子骨亏空了，动一动就喘。所以这铺子咱们关得对，钱是赚不完的，您的身子要紧。夏儿，这铺子真要关了，那我以后去哪儿吃饭啊？你说话呀，你就不心疼你师兄我的肚子？师傅那里还有不少药材要炮制，师兄要是太闲，不如先回去把那些当归切了。你们几个一天天吃饱饭闲着没事做是吧？看不得人家一点好啊，也不想想自己的日子怎么来的。当初闹饥荒闹10亿，是谁没日没夜守着你们？现在人家家里出息了，你们就来埋汰人，真是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。不爱过好日子就滚出村子去，跟你们这种没良心的一块住，丢人！陆家和沈家对咱们村是有恩的，谁再敢在背后放一个响屁，别怪我按村规处置。
夏儿，你是不知，那天村筹发了多大的火，把那几个嚼舌根的东西骂得狗血淋头。现在村子里谁还敢跟你们家说个不字？那都是上赶着就想巴结呢。老婶子费心，还特意来告诉我。听您这么说，我这心里确实暖和。放宽心，你们家的福气在后头呢。夏儿，我说真的，以前说要招赘，那是怕你娘没依靠。现在你大哥回来了，条件水涨船高，那城里的、县里的媒人都快把门槛踩烂了，你怎么一点不着急？急什么？这种事儿总得慢慢寻摸个合适的。哎呦，你长这么水灵，又有这一手炮制药材的好手艺，大哥还是大将军，什么样的找不着？可好男人啊，就跟这盒子里的甜糕一样，总共就这几块，别人吃了，你就没得吃了。行了，别光顾着说我，伸手，我给你请个脉。胎气挺稳，但你这甜糕得少吃，吃多了孩子太大，到时候生产有你受的。知道啦，你可真是啰嗦，跟我娘一样。夏儿，你婶婶带了这么多下人回来，这得花多少银子养着？娘，瞧着不像。是，辛苦几位跑这一趟，拿去喝茶，马车留下，你们回城复命吧。有什么使不得的？这都是你该得的。夏儿，快去给沈姨倒杯热茶，渴死了。对了，今儿晚上吃什么？我想这口农家饭，想的心都疼了。有什么使不得的？这都是你该得的。夏儿，快去给沈姨倒杯热茶，渴死了。对了，今儿晚上吃什么？我想这口农家饭，想的心都疼了。你怎么就这么回来了？京城里那是多大的富贵啊！沈家不是平反了吗？不回来做什么？我在京城也没什么事儿。不言如今改做了文官，正是需要名声的时候。轩儿也留在京城，他如今是圣上信赖的将领，刚好能照应着不言。这是皇帝说要把沈家的家财都还回来，我没全要，把大部分又还回去了。连年打仗，国库里空着呢，咱们这时候拿那么多钱，不是扎人眼吗？他看我这么识相，给了我一个诰命夫人，还赐了块金牌。我在京城也没什么事儿，不就回来了吗？那些高门大户里的规矩比牛毛还多，还是咱们这小村子自在。瞧我这脑子，光顾着显摆这些俗物了。还有件正事，我也给你请了诰命的封赏，圣旨已经在路上了，非去不可。除了接旨，轩儿的亲事也要说了。京城里多少双眼睛盯着他这块肥肉呢？你这当娘的得亲自去盯着点，免得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算计了去。刚好我们都去京城转一转，等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请最好的工匠把这房子重新盖起来。咱们俩以后作伴住这里，总得盖得宽敞点，再加个大药仓给夏儿用。总之，我不走了，我就守着这儿了。那这一大家子人呢，我再去炒俩菜。这个沈怀玉真能折腾。哟，沈家大嫂子，这一身得值不少钱吧？嗨，京城带回来的，说是御赐。我早说村里地滑穿这个显摆什么，可家里那两个儿子非要我穿，拦都拦不住。小师兄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夏儿，咱娘做的这红烧肉包子简直绝了！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决定，就是跟你进了陆家的大门。你是师傅收养的孤儿，以前总说最怕冷清，现在家里天天热闹的揭不开锅，你这饭量是真见长。我就喜欢人多热闹，看娘和沈姨斗嘴，我都能多吃2碗饭。沈怀玉，你少加2块，看你那腰身都圆了。我圆点怎么了？我有诰命在身，圆点那是福相。再说了，轩儿从京城寄信说，他媳妇儿就喜欢这种圆润长辈。不语啊，你别光给我种地晒药了，邻村那秀才挺好的，要不你去见见？娘，我现在只想把这片当归种好，相亲没兴趣。现在全家都盯着不语的婚事，总算是没人再盯着我了。正是我生日前后，夏季时节，刚刚好的天气，刚刚好的日子，刚刚好的人。